警报！检测到高强度作秀成分，疑似计算遗产分配中。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评分仪报警了。自从老父亲买了一个 AI 孝心评测仪，家里就被弄得鸡犬不宁。爸，你看到没？他到这时候了还在演，他恨不得你死，他好抢家产，这个白眼狼！诈骗案和虐待老人案可以并案处理吗？这可是高科技，用 AI 就能测算出子女对我的孝心。从今以后，你们兄弟俩谁真心谁假意，一目了然。爸，我给你转了震惊中老年人必看的养生秘诀这篇文章，您看看，注意身体啊。周明轩赤子之心，孝淡天成，亲情指数加100。还是我小儿子有心，爸给你转8888。网上信息多不实，爸健康饮食就好，别太信这些。长子周明远应付式关怀，亲情指数减10。明远，少应付我！你这白眼狼，我白养你这么大！刚出会议室就接到电话说爸高血压犯了，我在寒风里打了40分钟车，跑遍半个城才买到药。爸，该吃药了。检测到高强度表演性关怀，周明远行为与情感分离度72%，疑似短期功利目的，亲情指数减5。明远，你是不是觉得给我买次药就算尽孝了？要走心，懂吗？推了上午的董事会汇报、挂号、缴费，陪他做清偿，折腾了整整3个小时。程序性陪伴，缺乏情感互动，基础分加5。爸，您受苦了。陪我最爱的爸爸做检查，希望一切安好。爸，您多养养身子，我这等下有事儿就不陪您了。惊喜陪伴，情感真挚，亲情指数加50。还是明轩贴心呐。提前下班花了4个小时做了这一桌子他爱吃的菜。他年纪大了，我总不能因为一个破机器跟他闹红脸。基于传统孝道模式的机械行为，亲情指数加1。明远这厨艺真是不错，用心了。就那样，比不上明轩用心。明轩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健康，不是口腹之欲。这杯子1800呢，明轩自己舍不得买，就想着我。爸，您健康快乐，我花多少钱都值。真情流露，亲情指数加20。从那以后，这台破机器彻底成了我们家的无情判官。爸胆囊炎住院1周，我白天上班，晚上守夜，熬了整整6天。累计加分85，平均每天12.1分，评语责任性看护。爸，看我给你带什么了？我给你下载了相声，你听听。情绪价值供给优秀，当场奖励80分。那套学区房是我和小娟掏空积蓄，加上我妈留下的钱买的，打算留给女儿上学用。爸最近却频繁提起，让我过户给明轩结婚。爸，我不该让哥为难的，我租房子结婚也一样。检测到亲情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兄长存在囤积倾向，对家族整体和谐度构成威胁，亲情指数减100。小娟，你劝劝明远，兄弟如手足，他现在条件好了，帮衬弟弟是应该的。那评分仪你也看到了吧？机器不会说谎，明远这分数说出去我都觉得丢人。爸，那房子是我和小娟的婚前财产，跟您、跟明轩都没关系。明远，爸养你这么大，供你读书，没求过你什么。现在我老了，就这点心愿你都不肯满足，那评分仪上的数字，你看着就不难受吗？喂，爸，喂。周明远亲情指数-47，周明轩1023，孝道缺失者应反思自身，积极弥补。为了爸的70大寿，我提前1个月订了最好的酒店，请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和老同事。爸，这是您念叨了10几年的那幅已故画家遗作，我托人从拍卖行拍下来的，祝您生日快乐。放哪儿吧。爸，这是能吸收宇宙能量的玉石枕头。爸，今天我给您在平台开了直播，让全网见证您的幸福。家人们，给老爷子点点关注，刷个小礼物祝寿啊！好，好，好，我儿子就是时髦。家人们看，这是我爸，70了，精神多好。这是我哥，大老板，今天这酒店就是他订的。哎呦，谢谢孝行天下送的火箭，谢谢明轩最孝送的跑车。实时亲情热度暴涨，
孝心传播效应卓越，亲情指数加500。周总，100万订单对方改期，今晚必须见面，否则签给竞争对手。爸，公司有急事，我得去一趟，我尽快回来。哥，什么急事比爸70大寿还重要？家人们，你们评评理。果然有钱就变味儿。老爷子过寿都留不住，看评分仪怎么判。核心家庭时刻缺席，优先等位排序错误，亲情指数减200，检测到强烈敷衍与离心倾向。周明远，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别叫我爸。家人们，别怪我爸生气，老人就图个团圆。我哥他可能生意确实大吧。那晚我爸再没看过我一眼，只和弟弟直播互动，收礼物收到手软。我的亲情指数跌破-300，评分仪给我的标签变成了高功利性家庭参与者。因为那晚没去，100万订单黄了，公司现金流吃紧，我抵押了另一套房产，才勉强渡过难关。明远，你弟看中了西郊一套别墅，首付还差300万，当哥哥的出。爸，我公司刚度过危机，现金很紧张，而且为什么是我出？为什么？你看看你的分数，负320，明轩呢？17580，这还不够清楚吗？哥，我知道你不容易，但这不光是钱的事儿，这是你的态度问题。你看，你把钱看得比爸开心，比兄弟情都重，这分数能高吗？周明远，我养你30年，供你读最好的大学，你如今身价多少？我跟你算过吗？现在让你帮帮你弟弟，你跟我计较，你的良心被狗吃了。那别墅写谁的名字？当然写我的。哥，你放心，等我赚了钱，等你赚钱。你上一份工作干了3个月，上上一份干了2个月，爸每个月还贴补你2万，你以为我不知道？忤逆顶撞，挑拨亲情关系，亲情指数减50。滚！带着你那套冷心肠，滚出去！哦，我没你这个儿子，我的遗产你1分钱都别想，全是明轩的，评分仪为证。评分仪，我所有的行为全被这东西指责为无效，而我爸只相信这个玩意儿。我怎么养出这么个白眼狼？检测到父亲情绪悲痛，不孝子在场会加剧伤害，建议驱逐，亲情指数减100。最后一次，明远，去了你不欠他的，不去这话他能说一辈子。我带了一瓶他年轻时最爱喝，现在医生已严禁他碰的酒，就当做最后的礼物吧。家人们，你们看看我爸现在多幸福，多亏了那台孝心评分仪啊！家人们，我哥也来了。负分选手来了，他还好意思来？老爷子表情都不好了。给你哥也看看，他现在多少分了？周明轩2010分，周明远负518分。哥，你得努力呀！你看爸因为你，总体幸福指数都受影响。行了，吃饭吧。爸，您给大家讲讲评分仪带来的家庭和谐新气象呗。这机器公平，明白？谁真心谁假意，一清二楚。有些孩子以为给点钱出点力就是孝了，差得远，信不到什么都白搭。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以为给点钱出点力就是孝了，差得远，信不到什么都白搭。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呼吸没了，颈动脉波动消失，都散开，打120叫救护车。哥，你干嘛？你在干什么？你会按死爸的！明轩，明远在做急救，等救护车。急救？他懂什么急救？评分仪，评分仪！警报！警报！警报！快看，警报！墙上警报！评分仪！施救者肾上激素水平异常升高，多巴胺分泌激增，与紧急救助、常规生理反应严重不符，疑似在进行功利性表演。行为动机分析，疑似高度预谋性作秀。计算遗产分配可能性上升至89%，亲情指数实时判定，毁灭性掠夺行为指数清零，启动终极负面评价。孽亲诈孝，天理不容。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评分仪报警了。这机器是和科学家合作的，是最公正的，他从没出过错。爸，你看到没？他到这时候了还在演，他恨不得你死，
盗抢家产，这个白眼狼！快报警！这是在杀人，机器都识破了，人渣！周明远，别演了，平分一不会冤枉好人。你是什么货色？他早就告诉所有人了。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作证，我爸要是有个3长2短，就是他害的，他就是杀人犯。灭亲诈校，天理不容。诈骗案和虐待老人案可以并案处理吗？你好，我要报案，地址是……谁报的警？我。怎么回事？警官，我指控我的弟弟周明轩利用虚假的孝心评分仪实施长期欺诈，对我父亲进行精神操控与虐待，并在我父亲生命垂危时，利用该仪器和公开直播诽谤我谋杀，意图非法侵占家庭财产。相关证据在我的手机录音和他的直播平台后台以及那台机器里。另外，我父亲刚刚心脏骤停，我正在实施心肺复苏时，他进行了干扰和诬告，可能延误了抢救。你血口喷人！警察同志，是他，他想害死我爸。评分仪都报警了，大家都看到了，他是为了遗产，他是白眼狼，他手机录音是伪造的，是剪辑的。是否伪造需要技术鉴定。小张，保护好那台仪器和2部手机。小王，叫技术科的同事过来。小李，联系市监局查这个孝心评分仪的产品备案和 AI 算法资质。其他人，现场目击者分开问话。你，还有你，先跟我们去局里配合调查，家属跟救护车去医院。我不去，我要陪我爸。你需要配合调查，或者你想换个罪名，涉嫌诽谤和可能延误救治的指控，需要你做出解释。关于那套学区房，还有你弟弟索要300万首付的事，请详细说明。这是我和父亲弟弟的银行流水、房产信息、聊天记录，还有所有的通话录音和聊天截图。你一直有录音的习惯。从孝心评分仪买回来，我父亲开始用它作为评判我唯一标准，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责我不孝、算计家产之后开始的。我知道说不清，只能留下证据。今天去之前，我知道会发生冲突，所以提前打开了。周明远，你父亲已经脱离危险，在 ICU 观察。关于那台孝心评分仪以及你弟弟周明轩的行为，我们有了一些初步发现。所谓科学院合作 AI 精准计算的孝心评分仪，经过我们技术科初步检查，确认其内部只有几块简单的电路板，一个可以调节灵敏度的皮垫和心率传感器，和你家智能手环的原理差不多，还有一个关键词触发语音库，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高级 AI 情感分析。果然，它的评分逻辑非常简单粗暴，检测到佩戴者你父亲心率平稳、语气平和时，如果身边有人说话温柔，提及健康、祝福类关键词，就加少量分。反之，当佩戴者情绪激动，或身边有人说话强硬，提及金钱、威胁类关键词，就会扣大量分。而加扣分的幅度，触发什么评语，可以通过这个隐藏的 APP 在局域网内进行手动调节，甚至预设触发。你弟弟在这个 APP 里将自己的声纹和常用关键词设为高加分项，将你的声纹和某些关键词设为高扣分，甚至触发负面警报项。今天你父亲倒地时，你弟弟在混乱中通过这个 APP 手动点击了最高级别的表演行为——不孝。我想见见我父亲。可以，但需要等他从 ICU 出来，情况稳定。另外，你弟弟申请取保候审，鉴于目前情况和你父亲的病情，我不同意取保。警察都跟我说了，那机器是假的，明轩他改了数据，一直在骗我。App 操作记录、后台日志、技术鉴定报告，警方那里都有。您要看的话，我可以申请让警官再给您解释一遍。你早就知道，你录音是一直在等着看我们笑话，看我怎么被明轩耍得团团转，看我怎么逼你。爸，我不知道机器是假的，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做的永远是错的，他说的永远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花了4个小时做的菜比不上他一个网红杯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通宵陪护比不上他10分钟的相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房子给他才是孝顺，不给就是白眼狼。我录音
是因为我除了我自己没有人证，我说什么您都不信，您只信那个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只信明轩哭着说哥哥不帮我。我留着那些录音，没想过去告谁，我只是想，万一有一天我真的被赶出这个家，被您公开断绝关系，我至少能自己听听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如果我按得不够用力，如果我晚几秒报警，如果警察来得慢一点，现在新闻标题可能就是逆子为夺产，弑父未遂，而您的孝子在用手机直播，告诉所有人我是个杀人犯。您放心，我不要您的钱，也不要您的房子，该尽的赡养义务我会按法律标准打到您卡上。如果明轩的案子需要民事赔偿，这部分该我承担的，我也不会推。我不是机器吧？我会累，会疼，会寒心。这是警方出具的情况说明副本，还有那台评分仪的技术鉴定报告摘要。这是您之前让我签的自愿放弃一切继承权的声明，我带来了，放在这里。至于别的，就像您之前说的，我就当没这个罢了。您保重身体。你别走，爸知道错了，爸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把家里的房子存款全都给你，你别不要爸。爸，亲情不是机器能测的，也不是钱能买的。当你选择相信他而不是相信我的那一刻，你和我的亲情就已经死了。可是太晚了，这个世界上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再也无法弥补。明远，你别走，爸错了，你别不要爸。太晚了，这个世界上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再也无法弥补。今天逆转，孝心评分仪竟是骗局。愚昧父亲偏信机器，寒了孝子心。明远啊，大伯早就看出明轩那小子心术不正。就是，明远受委屈了，改天来三姑家吃饭。哥，你现在可是名人了，那机器真是假的？现在知道来嘘寒问暖了，可惜了，我不需要这些虚情假意。今晚回家吃饭，我想喝你炖的汤。回来了，快去洗洗手，汤刚炖好。外面的世界再怎么疯狂，只要回到这里，我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小娟，那个学区房我们不卖了。好，不卖了。女儿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正好能用上，那是我们一家三口的未来。真好喝，还是你炖的汤最对我的胃口。好喝就多喝点儿，锅里还有，以后每天我都给你炖。那些冰冷的机器评分，那些虚伪的道德绑架，都去见鬼吧。在这个小家里，我终于找回了活着的温度。孝心评分仪骗局真相大白，周明轩诈骗犯。全网欠周明远一个道歉。网上的风向一夜之间全变了。昨天还在骂哥哥，今天才知道弟弟是个畜生，诈骗犯，把大家当猴耍，赶紧进去踩缝纫机。退钱，把我们刷礼物的钱吐出来。曾经那些像海啸一样要把我淹没的恶毒诅咒，现在全都加倍反噬到了他自己身上。经查，所谓孝心评分仪系无 AI 资质的虚假产品。嫌疑人周某轩通过隐藏 App 恶意操控评分数据，并在其父突发疾病抢救期间，利用该仪器及网络直播进行虚假捏造，涉嫌诈骗、诽谤及寻衅滋事，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终于真相大白了，警察同志动作真快啊！这下看他还怎么狡辩。假的真不了，他以为能操控机器就能操控人心、操控舆论，最终只会被舆论彻底吞噬。这场荒诞的闹剧终于迎来了他该有的结局。舆论彻底翻盘，属于他的审判才刚刚开始。哎呀，明远啊，大伯给你打电话没打扰你工作吧？有事吗？大伯看新闻了。哎呦，明轩这小兔崽子简直不是个人。大伯早就看出来他心术不正，整天弄些虚头巴脑的东西骗你爸。那天在饭桌上，
夸明轩送的破杯子用心，踩我做的一桌子菜的人，不就是你吗？明远啊，你受委屈了，你爸也是老糊涂了。改天大伯做东，请你和小娟吃个饭，咱们一家人好好聚聚，去晦气。不用了，我很忙。明远啊，三姑昨天晚上气得一宿没睡，明轩怎么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当时在老房子，三姑就想拦着他直播来着，没拦住呀。你可千万别生亲戚们的气呀！没拦住，当时躲得最远，看我眼神像看杀人犯一样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变脸比翻书还快，真是够虚伪。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现在看我翻盘了，又想来沾边，做梦。这下世界彻底清静了，以后那些所谓的亲戚跟我们再也没有半点关系。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警察们都不许动！哎，警察同志，误会，我们是正规科技公司。正规？用几十块钱的测心率零件包装成上千块的 AI 高科技，专门骗老年人的养老钱，这也叫正规？把后台服务器和电脑全部带走。队长，查封的后台服务器数据和客服聊天记录恢复了，有重大发现。说，之前周明轩在看守所一直狡辩，说自己也是被虚假宣传蒙蔽的普通消费者，不知道机器是假的，但聊天记录显示他根本就是蓄谋已久。我要开通隐藏 App 的最高权限，钱不是问题，必须能让我随时手动改分数。他不仅花高价买断了最高控制权，还专门向客服定制了针对他哥哥周明远的负面词库，只要检测到这个声音，不管说什么，直接扣大分。那条差点闹出人命的弑亲警报呢，也是他花重金特别定制的。他要求客服在系统里加一条最恶毒的终极警报，原话是要在关键时刻能一击致命，让他彻底身败名裂，失去继承权。好一个我也是受害者，这铁证如山，彻底撕碎了他的伪装。这根本不是什么盲目迷信，这就是一场为了谋夺家产、蓄意陷害亲生哥哥的犯罪。立刻把这些证据固定，准备提审周明轩。律师，你一定要帮我，我不能坐牢。我哥呢？我哥怎么没来？周明轩，你哥哥周明远拒绝见你。他凭什么不见我？我是他亲弟弟，我们是一家人，他就是想看我死。周先生，你涉嫌诈骗、诽谤以及寻衅滋事，证据确凿。尤其是你在你父亲突发心梗时，利用虚假仪器和直播诬陷你哥哥谋杀，性质极其恶劣。那都是误会，我当时也是急糊涂了，我不知道那机器是假的。警方已经恢复了你手机里隐藏 AP 的操作日志，你手动触发弑亲警报的记录清清楚楚。完了，全完了。律师，你去求我哥，你告诉他，只要他撤销指控，我以后什么都听他的，那套别墅我也不要了。周先生，你涉嫌的诽谤和寻衅滋事是公诉案件，不是你哥哥撤销指控就能免除刑事处罚。那我爸呢？我爸最疼我了，你去医院找我爸，只要我爸出面求情，我哥一定会心软的，他最听我爸的话了。你父亲现在还在医院，而且你哥哥已经明确表示，绝不谅解。不可能，他不敢。他要是敢把我送进监狱，我爸绝对不会放过他。他就是个白眼狼。周先生，我建议你还是认清现实，积极认罪悔罪，争取宽大处理。你现在的态度对你的案子没有任何好处。哥，你终于来看我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来只是想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哥，求求你，你跟警察说那都是误会，我不想坐牢，我把那套别墅的钱都退给你，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争了。哥，看在爸的面子上，你饶了我这次吧。爸要是知道我坐牢，他会受不了的。你现在知道拿爸来压我了？你操控那个破机器，让爸骂我是白眼狼的时候，你想过爸吗？你为了抢家产，在爸心梗倒地、生死未卜的时候，举着手机诬陷我杀人的时候，你想过爸吗？你以为你那点小聪明能瞒天过海？你以为你操控了机器就能操控所有人？我告诉你，公司已经度过危机了，而你将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你不能这么绝情，我是你亲弟弟啊！从你按下那个弑亲警报开始，我们就再也不是兄弟了。哥，你回来，你不能走，你救救我！
明远走了，再也没回来过。明轩被抓了，我这辈子到底图个什么？你和我的亲情就已经死了。大爷，今天感觉怎么样？您家属呢？怎么这几天都没见人来陪床？现在的年轻人啊，工作再忙也不能不管老人啊。您这刚从 ICU 出来没几天，身边没个人怎么行？他们都忙。唉。大哥，是我。哎呦，老二啊，我这正忙着呢，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啊。二哥啊，不是我说你，明轩那事儿闹得太大了，我们现在都不敢出门，怕被人指指点点。你好好养病吧，没事别打电话了。报应啊，这都是报应！我偏心了一辈子，到头来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大爷，您的出院手续办好了，回去注意休息，按时吃药。谢谢护士。大爷，您家属没来接您吗？您这身体刚恢复，一个人回去能行吗？能行。他们工作忙，我自己打个车就回去了。以前每次来医院都是明远跑前跑后，挂号、缴费、拿药，车子就停在门口等我。现在，当你选择相信他，而不是相信我的那一刻，你和我的亲情就已经死了。我还有什么脸打给他？我把他的心伤透了，他不会再管我了。大爷，走吗？走，去西郊老家。老爷子，明轩的案子下周就要开庭了，情况很不乐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争取受害人的谅解。受害人明远？对，如果周明远先生能出具一份谅解书，表示这是家庭内部矛盾，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酌情从轻处罚。我不要您的钱，也不要您的房子，该尽的赡养义务，我会按法律标准每月打到您卡上。他不会同意的，我把他的心伤透了，他连我这个爸都不认了，怎么可能原谅明轩？老爷子，您是长辈，您去求求他，血浓于水啊，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弟弟坐牢吧？您就拉下这张老脸，去给他磕头认错也行啊。磕头？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我为了明轩逼他交出房子，逼他拿钱，甚至在他救我命的时候，还纵容明轩诬陷他杀人。我没脸去求他，我没脸啊！老爷子，既然您不愿意出面，那我也无能为力了。您做好心理准备吧。律师，您改变主意了？没有，你走吧。明远，爸对不起你，爸没脸去求你，这是明轩自己造的孽，也是我造的孽呀。现在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被告人周明轩涉嫌诈骗罪、诽谤罪及寻衅滋事罪。经查明，被告人利用虚假孝心评分仪及隐藏 App 恶意操控数据，骗取被害人财产。这是警方从被告人手机中提取的 App 后台操作日志。更恶劣的是，在被害人父亲突发心梗、生命垂危之际，被告人不仅不施救，反而手动触发负面提示，并利用网络直播诬陷正在实施急救的被害人。被告人的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被害人的名誉权和财产权，更在紧急时期恶意干扰救治，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爸，你帮我说句话呀！那都是家庭纠纷，我不是故意的。当你选择相信他而不是相信我的那一刻，你和我的亲情就已经死了。爸，你不能不管我呀！爸，被告人肃静。被害人周明远，鉴于本案涉及家庭成员，法庭依法询问，你是否愿意对被告人周明轩出具谅解证？哥，我求你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吧。法官大人，我拒绝谅解。哥，你不能这么绝情啊！我是你亲弟弟。
亲弟弟，当你为了抢夺家产，用那个破机器操控爸的情绪逼我交出房子的时候，你当我是亲哥哥吗？当爸心梗倒地，我拼了命给他做心肺复苏，你却为了遗产按下那个弑亲警报，举着手机向全网诬陷我杀人的时候，你当我是亲哥哥吗？法官大人，他的行为不仅是诈骗，更是在我父亲生命垂危时恶意干扰救治，差点酿成无法挽回的惨剧。我要求法律予以严惩，绝不姑息。这都是报应啊！全体起立。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明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虚假仪器及软件操控数据，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周明轩在被害人父亲突发疾病、生命垂危之际，为争夺遗产，恶意触发虚假警报，并利用网络直播公然捏造事实，诽谤被害人谋杀，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诽谤罪。同时，被告人在紧急救治现场恶意干扰、诬告，可能延误救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所上判决如下：被告人周明轩犯诈骗罪、诽谤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不，这不是真的，我没有诈骗，我没有诽谤，我不是故意的。爸，你看看我，我是你儿子，你救救我！哥，你听我说句话，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待在里面4年，我会死的，我真的会死的。明远，结束了。结束了。这几个月，家里家外都是你在撑着，跟着我担惊受怕，辛苦你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好好的，什么都不辛苦。走吧，回家。女儿还在等我们吃饭。这场荒诞的闹剧终于画上了句号。那些冰冷的机器评分、虚伪的道德绑架、恶毒的算计，都随着法锤的落下，彻底烟消云散。我的生活终于真正恢复了平静。周总啊，这次的合作，我可是顶着董事会的压力拍板的。李总的信任，周某铭记于心。您放心，我们公司的实力和信誉绝对经得起考验。说实话，前段时间你家里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我也关注了。能在那种千夫所指、亲人背叛的绝境下，还能保持理智，绝地反击，甚至在父亲生死关头不计前嫌的施救。周总，你这人品和底线，我刘某人佩服。李总过誉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守住了我该守的底线。周总，好消息！上个月因为那件事黄掉的3个大订单，今天上午对方主动联系我们，要求重新签约，而且利润点还让了2个百分点。好，通知各部门主管，下午2点开会，准备迎接接下来的业务爆发期。是，周总。老公，晚上想吃什么？我今天去菜市场买了新鲜的鲈鱼。你做的我都爱吃。女儿的舞蹈班报好了吗？报好了，周末我带她去试课。好，周末我陪你们一起去。明轩进去了，明远再也不会回来了，这个家彻底散了。这是明远怕我摔倒特意买的。明远，我的大儿子，你连我吃药都安排的这么细致，我怎么就瞎了眼，信了那个破机器？这按摩椅是明远用他第1个月的工资给我买的，那时候他多孝顺啊！报应啊，这都是报应！我偏心了一辈子，把最孝顺的儿子逼走了，把小儿子送进了监狱。我这辈子到底图个什么？到头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悔啊！我悔啊！明远受了多少委屈，寒了多少次心，我从前半点都没放在心上。如今家散了，人远了，才看清自己有多糊涂，多自私。明远啊，是爸。有事吗？爸真的知道错了，爸被猪油蒙了心，信了那个破机器，信了明轩的鬼话。爸对不起你啊！明远，你原谅爸好不好？爸现在每天看着你买的那些东西，
你小时候买的玩具，还有那台按摩仪，每一件都在戳爸的心，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爸后悔呀，爸真的后悔了。爸知道错了，错的离谱，错的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爸每天对着那些东西发呆，整夜睡不着，一闭眼全是你当年委屈的样子，爸真的快熬不下去了。说完了吗？明远，你别这样跟爸说话，爸知道你心里有气，有天大的气都该撒出来，你骂爸两句，打爸两下都行，你别不理爸呀。我没气，别用这种冷冰冰的态度对爸，爸受不了啊。迟来的道歉比草都贱，有些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抹平的。明远，他连骂我一句都不愿意了，他真的不要我这个爸了。明远，你别挂电话，爸求你了。还有事吗？明远，爸想去庙里给你妈上炷香，给她磕头认错，爸对不起她。没教好明轩，也伤了你的心。明远，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吃顿饭？就一顿，爸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忙。怎么了？谁的电话？推销电话，不用理。看你挂电话挺急的，别藏着心事。真没事儿，竟是些推销保健品的，烦得很。陪宝宝要紧。当年他不分青红皂白冤枉我，一点点磨掉了我所有的期待和念想。我的家从不是那栋冰冷的老房子，而是在这里，他们才是我所有的牵挂和归宿。明远，爸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爸不该糊涂，不该偏心明轩，冤枉你，不该逼你。你就再接爸一个电话，哪怕就说一句话，骂爸一句，爸都心甘情愿，行不行？明远小时候最爱吃这些了，他现在有钱了，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但这些家乡的味道，他肯定想念。爸把这些寄给你，你吃了，是不是就能想起小时候，想起爸对你的好？周明远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好的，您给我就行。周总，您的快递。现在记这些还有什么意义？想用童年回忆来绑架我，晚了。小李，进来一下，把这个处理掉，分给员工或者扔了都行。好的，周总。另外，去买2盒最高档的进口海参和燕窝，按上面的地址寄回去。好的，周总。你寄来的情分，我用钱还清。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只有冰冷的等价交易。快递，谢谢你，小伙子。明远给我回寄东西了，他收了我的土特产，他心里还是有我这个爸的。他这是在还我的情，我寄去特产，他就回寄这些贵重的东西。他不欠我的，一点都不想欠我的。每月1号定时打款，不多1分，不少1毫，这就是他说的按法律标准尽的赡养义务。明远啊，你这是拿刀在剜爸的心呐！我们之间真的只剩下这冷冰冰的钱了，没有感情，没有温度，就像那台该死的评分仪一样。我一个人守着这个房子和吃不完的保养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再这么憋下去，我非疯了不可。出去找老李他们下盘棋，透透气吧。老李、老王下着呢，加我一个，咱们杀2盘。哎呦，老周啊，那什么，我家里锅上还炖着汤呢，我得赶紧回去了。对，我孙子快放学了，我得去接孩子了。散了。看见没，就是他，偏心眼偏到天上去了，把那么孝顺的大老板儿子逼得断绝关系。可不是嘛，那场直播我看了，为了个诈骗犯小儿子，差点把大儿子送进监狱。现在小儿子进去了，他成孤家寡人了，活该。我活了大半辈子，老了，成了一个笑话，连狗都嫌弃我，我这算是彻底没脸见人了。这屋子里到处都是明远孝顺我的痕迹，我以前怎么就瞎了眼，全当看不见呢？明远，爸爸现在看见了，
你回来看看爸爸好不好？爸，这垫子防滑效果好，您洗澡的时候千万别摔着。你个老糊涂！你亲手把最疼你的儿子赶走了。明远什么都不要，他只要我这个爸。可我呢？我为了明轩那个畜生，拿房子逼他，拿亲情逼他。我这个爸当得太失败了，太失败了。我对不起明远，明远啊！爸每天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像被刀子一刀一刀的割啊！这房子我是一天也住不下去了。老爷子，您这房子虽然老了点，但地段还行。不过您要的急，这价格只能压低点，您看行吗？行，只要能快点拿到钱，低点就低点吧。这房子里全都是明远的影子，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而且明轩那畜生骗了那么多钱，我得凑钱给他退牌，争取减刑啊！哎呦，二哥，听说你要卖房子了？你们怎么来了？二舅，是这样，前年明轩说要投资个什么项目，从我这儿借了5万块钱，一直没还。现在他进去了，您看这钱……对，明轩也借了我3万。二哥，你现在卖了房子，手里有钱了，总不能看着我们这些亲戚吃亏吧？你们还有脸来要钱？明轩骗人的时候，你们不是夸他有出息吗？明远被诬陷的时候，你们不是躲得远远的吗？二哥，你这话就不讲理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明轩是你儿子，子债父还。二舅，你要是不还钱，我们可就天天来闹了。反正你现在连大儿子都不要你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滚！都给我滚！你个老东西，真邪乎！走。大爷，就这几袋行李是吧？5楼没电梯，我们给您扛上去。哎，麻烦你们了，就这些，别的都没带。老房子卖了，钱大半拿去给明轩退赔了，剩下的只够租这个破地方。明远买的那些家具、电器，我一样都没脸带走啊！大爷，东西放好了，您点点。谢谢，辛苦了。我这辈子算计来算计去，最后就落得这么个下场，众叛亲离，孤苦伶仃。都怪这个东西，不，都怪我呀！我对不起你儿子。这破地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明远现在在干什么呢？周明远，孝心评分仪判定你弑亲诈孝，你就是杀人犯！爸！就是这么个破玩意儿，就是这么个几十块钱的破玩意儿，把我好好的一个家给毁了！我怎么就那么蠢？我怎么就信了明轩的鬼话，信了这堆破铜烂铁？明远啊，爸对不起你，爸把你的心伤透了。我这辈子偏心了一辈子，算计了一辈子，到头来什么都没剩下，只剩下这堆破烂，天天提醒我是个多糊涂、多可恨的父亲。喂，老李啊。老周啊，我听说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什么事儿？你说。我有个亲戚在看守所那边上班，听说你家明轩在里面不太好过，他那脾气你也是知道的，进去还不安分，跟人起冲突，吃了不少苦头。明轩，他怎么了？他受伤了吗？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挺惨的。老周啊，你这当爹的，虽然他犯了错，但毕竟是亲骨肉，你去看看他吧。明轩，我的小儿子啊。他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种罪？他现在肯定很害怕，很想我这个爸。监狱在郊区，得转3趟车，
我这把老骨头，不知道还能不能撑到那儿。明轩，爸来看你了。不管你犯了多大的错，你终究是爸的儿子呀，爸不能不管你。明轩，我的儿啊！明轩，你受苦了，爸来看你了。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欺负你？爸给你带了厚衣服，还有点钱。干什么？看我的笑话吗？明轩，你怎么能这么跟爸说话？爸为了你，连老房子都卖了，钱都给你退赔了。现在卖房弥补已经太晚了。从小到大，你一直都顺着我，惯着我，从来没有好好教我踏实安稳过日子。我一步步走偏的时候，也没人拉我一把，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是我自己一步步走错了路。可如果当初有人多提醒我，多约束我，不让我肆意妄为，我也不会落得现在这般境地。你一辈子都偏心护短，从来都是顺着我，惯着我。若是早些约束我，教我走正路，我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你总是习惯性偏袒旁人，也从来不会约束我的性子。我一路跑偏没人提醒，一步步越走越错。说到底，也是我自己命数如此。这都是报应啊！我亲手养出了一个畜生。你走开！我再也不想看见你！都是你毁了我的人生！疼，好疼！我的心像被撕裂了一样。明轩，他怎么能说出那种话？他盼着我死啊！大爷，大爷您怎么了？看见室友家属突发疾病，快叫医护人员！明远救了我一命，我却为了这个畜生把他逼走了。报应，这都是报应啊！快上氧气，心跳微弱，血压下降，快上氧气，准备出战！周雨涵同学的这幅画不仅色彩搭配好，更重要的是能看出他在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这才是我的家，这才是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的亲情。明远啊，你爸病了，你去看看他吧。怎么了？公司有急事？没事，垃圾短信。心脏病复发，抢救，这些字眼曾经能让我扔下100万订单，拼了命的往回赶。但现在，爸，亲情不是机器能测的，也不是钱能买的。当你选择相信他而不是相信我的那一刻，你和我的亲情就已经死了。现在，这对我来说就像是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一个偏执、愚昧，最终自食恶果的陌生人。等家长会结束，我们带女儿去吃她最爱的那家披萨吧。好。周总，前面就是西郊老城区了，咱们新项目的考察点就在这儿。开慢点，我看看周围的环境。听说他卖了老房子，搬到了这里，半年了，
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是还在为那个诈骗犯儿子奔走，还是已经彻底认命了？靠边停一下。好的，周总。周总，咱们在这儿停多久？需要我下去买包烟或者水吗？不用，你在车上等我。您要下去？这附近环境挺乱的，要不我陪您？我很快回来。我为什么会停下来？明明已经决定彻底切割，明明已经把他的号码拉黑，为什么路过这里，还是会鬼使神差的想要看一眼？是来看他的笑话吗？看他失去依靠后过得一地鸡毛，看他住在这种连物业都没有的破小区里，以此来证明我当初的决绝，我的离开，全都是对的。不是，我不是来求证对错，也不是来看他落魄，我只是想给过去那段纠缠多年、畸形又痛苦的亲情画上了一个真正的、彻底的句号。从此往后，桥归桥，路归路，再无瓜葛。我到底在执着什么？明明已经断得干干净净，明明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回头，可路过这里，脚还是不听使唤。是想看他落魄潦倒，报复当年的偏心与伤害，还是我心里那点早就该死的父子情还没死透？10分钟了，我到底在等什么？等一个早就不该有任何交集的人。那是他吗？怎么会？才半年，老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你偏心一辈子、算计一辈子，最后换来的下场吗？众叛亲离，穷困潦倒。不过半年而已，他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那个曾经在家里说一不二、拍着桌子吼我的男人，现在连站直都做不到了吗？我明明恨透了他当年的偏心，可这一刻，我竟然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你今天敢走出这个门，以后就别叫我爸。以前我出门，明远都开车送我，上下车都扶着我，怕我摔着，那时候多好啊！我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是我活该，是我偏心，是我糊涂，好好的一个家被我毁了。他以前最爱吃这种苹果，从来不看价格，想要多少就买多少，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现在连买个苹果都要犹豫吗？这就是你偏心一辈子、算计一辈子，最终换来的下场吗？众叛亲离，穷困潦倒，连一口想吃的东西都要算计着花钱，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可悲的躯壳。我到底在难过什么？是难过你过得惨，还是难过我们父子一场，最后只剩这样的结局？老板，给我摊个煎饼。好嘞，加鸡蛋还是加肠？鸡蛋香，肠入味儿，加哪个都行。不用加了，什么都不用加，就摊个素的就行。素煎饼，连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加。他以前在家吃饭，顿顿要有肉，挑剔口味，嫌弃清淡，什么时候过得这么拮据过？那双手曾经指着我骂白眼狼，曾经甩我耳光，曾经逼我卖房让财产，现在却只能数着几毛几块的零钱，连买一个煎饼都要数得这么仔细。这杯子1800呢，明轩自己舍不得买，就想着我。你掏空一切宠出来的好儿子，把你害到家破人亡。我这个你眼里的白眼狼，却在你快死的时候拼了命救你。这到底是讽刺还是报复？哎呦，我的钱！糟了！我的腰！哎呀，大爷，您可别乱动，腰不好就别逞强，我来帮您捡，您千万别摔着。
对不住，对不住，都怪我不小心，耽误你做生意了。我自己能减，真不用麻烦你。爸的药，他老毛病又犯了。滚！带着你那套冷心肠滚出去！以后我没你这个儿子。周明远，清醒一点，他现在的窘迫都是他自己选的，你已经不欠他任何东西了。对不住，老板，实在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大爷，没事儿没事儿，您这身子骨不行，别一个人出来，下次让家里人陪您吧。家里人都忙。他看见我了吗？不能让他看见。我已经决定彻底放下，不能再被过去牵绊，不能再让那些伤害打扰我现在的生活。那是明远吗？是我的大儿子来看我了，来看我了吗？一定是他，一定是他还没有彻底放弃我。明远，老糊涂了，真是老糊涂了。明远怎么可能还会来看我？我把他伤得那么深，把他的心都碾碎了，如今落得这般下场，都是我咎由自取。周明远，你清醒一点，他现在的样子都是他自己选的，是他亲手推开了你，是他偏心到底。滚！带着你那套冷心肠滚出去！以后我没你这个儿子。是他被谎言蒙蔽了双眼，你已经不欠他任何东西了，不要再心软，不要再回头。他走得那么慢，那么吃力。以前他总是走在前面，指手画脚，不可一世。现在明远怎么可能还会来看我？我把他伤得那么深，把他的心都碾碎了，他早就不要我这个爸了，早就彻底忘了我这个爸了。再见了，爸，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那些年的委屈不甘，我曾以为永远放不下，可看着你佝偻的背影，绝望的眼神，终究还是软了心。我不怪你了，也不怕你能道歉了，只愿你往后的日子能少些悔恨，多些安稳。我也想过，如果我妈还活着，她是不是也会和爸一样，为了我弟，连我这个儿子也不要了？老子病成这样，你就买这种东西应付我？给弟弟学区房，是你这个当哥哥应该做的。杀人了！杀人了！我哥把我爸杀了！再见。周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可以过来了。都怪我当年太固执，太偏心。现在想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可我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了。我曾经拼命渴望的亲情，在那个家里永远得不到，但我现在已经拥有了最好的家人，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守护他们的笑容。老公，你看涵涵戴这个新发卡好不好看？她非要拍下来给你看呢。好看，我们家涵涵戴什么都好看。晚上爸爸早点回来陪你们，给我们涵涵扎最漂亮的小辫子。老公，涵涵还说呢，等你回来要让你给她扎同款小辫子，说爸爸扎的最好看了。这小丫头就会哄爸爸开心。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等着爸爸，一定早点回去。周总，家里是小公主吧？瞧您笑的，一看就特别疼孩子。是我女儿涵涵，刚买了新发卡，非要发给我看。小孩子心性粘人的很。为了小娟，
为了涵涵，我必须彻底斩断过去。我不能再让那些充满偏执和谎言的烂事，有一丝一毫的机会来破坏我们现在的生活。滚！带着你那套冷心肠滚出去！以后我没你这个儿子！你看看你的分数，负320，明轩呢？1580，这还不够清楚吗？30年的父子情分，早就被那台荒谬的破机器，被你毫无底线的偏心和算计消磨得一干二净了。再见了，从今往后，我的世界里再也没有你。那些年的执念、委屈和不甘，都随着这个名字的删除，彻底烟消云散。往后，我只为我的小家而活，只为身边值得的人奔赴，再也不会被过去的枷锁困住，再也不会为不值得的人内耗分毫。周总说，我看这附近环境挺差的，天也快凉了，要不要我去接老爷子，咱们一起去吃个饭？不用了。好的，周总。回家。不必了，真的不必了。一顿饭换不回过去的时光，也解不开积压多年的隔阂。他有他的晚年，我有我的生活，各自安好便是最好的结局，不必再有交集，也不必再徒增烦恼。周总，您要是累了，就靠在后座歇会儿，到了家我叫你。不用，开你的车就好。好嘞，周总。家里那边要是有需要，比如给小公主带点什么，您随时吩咐我。不必了，专心开车。有些路只能走到这里了。那些年少的渴望、委屈的泪水、不甘的执念，都随着这缓缓升起的车窗，留在了身后的这片灰暗里。从今往后，我不再回头，不再内耗，好好守护我的妻子和女儿，过好自己的日子，这才是我该珍惜的一切。老公，忙完了吗？什么时候到家呀？汤已经炖上了，就等你回来开饭了。爸爸，你看，我们涵涵太厉害了，画得这么好看。这是我们一家3口，对不对？对呀，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我，涵涵要和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你看你把爸爸夸得都不好意思了。涵涵今天特意画了一下午，说一定要等你回来给你看呢。辛苦你们了，我的宝贝女儿，还有我的好老婆。不辛苦，爸爸上班才辛苦。涵涵等爸爸回来，给爸爸捶捶背。不急，路上注意安全，别着急，汤我给你温着。放心吧，老婆，我已经快到小区门口了，马上就到家。爸爸，快点快点，涵涵要给你捶背，还要和你一起看动画片。好，爸爸马上就到，一定陪我们涵涵看动画片。滚！带着你那套冷心肠滚出去！以后我没你这个儿子！你看看你的分数，负320，明轩呢？1580，这还不够清楚吗？杀人了！杀人了！我哥把我爸杀了！这些烂人烂事，再也没有资格占用我人生的任何一点内存。这里面装满了我为了自保录下的所有撕心裂肺的争吵和冰冷刺骨的指控。那些充满偏执、谎言和算计的过去，那些用来自保的冰冷证据，都被我彻底、永远地抛在了身后。从今往后，我的人生里只有温暖的小家，只有妻女的笑容，再也没有仇恨，没有内耗，没有那些不值得的过往。冷了，真硬啊！以前在老房子，明远总是变着花样给我做热乎饭菜，4菜1汤。从来没让我吃过一口冷饭。报应，我把最孝顺的儿子赶走了，把骗子当成宝，现在连口热乎水都喝不上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假玩意儿，骗了我所有的钱，骗走了我的家，
骗走了我的儿子。毁了我一辈子啊！我这辈子到底图什么啊？我活该呀，这都是我的报应。我怎么就信了这堆破铜烂铁？是我亲手毁了我的家。那些烂事儿再也不会回来了，那些冰冷的数字和谎言终于彻底结束了。我的家在前面等着我。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了。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汤刚刚炖好，趁热喝。好。妈妈炖的汤最好喝。有家才最暖。